你们有没有觉得家里的下水道有点不对劲？深夜，业主群突然弹出一条消息，紧跟着还附带了张高清的图片。水管底部和地面连接处有一滩浓稠的暗红色液体，我的心一下被狠狠地揪住，手里的手机也差点滑落。我猛然想起最近通缉犯流窜的新闻，可突然震动的手机打断了我的思绪。经常杀人的同学应该都知道，杀人容易抛尸难。大晚上的怎么发这个？吓死人了！你们脑洞要不要开得这么大？就这破小区的水管，8成是生锈了。正当大家讨论的热火朝天的时候，501把图片撤回了。101在群里喊了他几声也没有回应，气氛突然有些凝重起来。怎么不说话了？人呢？听说有个通缉犯逃到我们这了，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？看到这条消息，我心头一惊，赶忙检查了一遍家里的门锁，但很快501在群里回复：抱歉，是我没注意到，是柜子里老公的袜子掉色了。下面的图片里正是一团被水浸湿的袜子，我提起的心又放了下来。可下一秒，402却突然给我发来了私信：你有没有感觉自来水的味道也怪怪的？我平时都喝大桶水，自来水一般就是洗菜洗衣服用，还真没仔细注意过。但在这个时候收到这样的消息，我还是去厨房接了一杯水，抿了一小口后，我直接吐掉。那味道像是有人往我嘴里硬塞了一块腐烂的生鱼片。我强忍着恶心回复402：自来水不就是一股子腥气，再找自来水公司清理一下就好了。这栋楼是个老破小，一共6层，1层2户，隔音不好，没有电梯。我是2个月前搬进来的，除了101和402能熟悉一些，其他人都没怎么见过。听101的男大学生说，3楼以前发生过事故，没有对外出租。除去其他没有出租的房子，整栋楼也只有8家住户。1周前，402发现了自来水有异味，当时整栋楼就只有101和他在家，2人一合计便叫来了供水公司来清理。可这次402却告诉我，其实那怪味根本不是铁锈，是有人在水箱里养了几十条碗口粗的鲶鱼，有一小半可能是缺氧死掉了。不信你可以问101，我们这栋楼也没有监控，怕吓到你们，所以我就没说。他的语气根本不像是开玩笑。想起来自己刚刚抿了一小口的水，只感觉一阵干呕。我仔细的漱口后才回复了消息，那估计是上次的味道还没完全消散吧。因为我在医院工作，对血腥的味道很熟悉，这次我又在水里尝到了同样的味道。紧接着402又在团购群发起了消息，里面只有我、402、502和1014人。大家不觉得501的图片有问题吗？就算袜子掉色渗水，也应该是顺着水管流下来，可图片里分明呈放射状喷溅。这种管道跟柜子上的洞本来也不是完全贴合，有一部分水顺会从缝隙滴落，形成喷溅状的痕迹也很正常，这有什么好怀疑的？回忆之前被501撤回的图片，好像确实跟502说的一样，一定是402对上次水塔里的事有了心理阴影，才会这么紧张吧。好，那你看群里的图片，右边黑乎乎的，就算是掉色也不会出这种不均匀的情况，这明显是血液氧化的痕迹。501说袜子是她老公的，可住了这么久，你们有谁见过她的老公吗？你还别说，401刚搬来的时候不是恰好是咱们业主群也是第一次大聚会，那时候也没听501说有老公啊。而且502你住她家对面，有见过她老公吗？没等502回复，我率先敲出一行字，我其实听见过501家里有动静。什么动静？他2口子总是吵架，我跟501闹僵也就是因为这个。我在501正下方住着，一到夜里2人就吵个没完没了，偏偏我睡眠质量很差，当时也因为这个事闹得不太愉快，导致后来建团购群的时候我有意避开了他。但很快402又给我发来私信，第一次水箱出事的时候他刚好去旅游了，整栋楼唯一没喝过死鱼水的就是他，怎么就这么碰巧呢？而且我敢肯定那片水渍绝对是血迹。还没等我接茬，业主群有新消息提示，402在业主群里直接艾特了501，你那个掉了色的袜子呢？过了一会，501发了一张图片，一坨黑红相间的烂袜子被随意扔在地上。你家有双氧水吗？双氧水消毒杀菌，算是家庭常备药了。我正猜测他的用意，501却老实的回复有。我在网上学了个小妙招，正好试试。双氧水能恢复袜子的颜色。倒好了，帮我拍的视频，我看看网上说的是真是假。没想到没过一会儿，501真的录了一小段视频，看角度是朝着正下方俯拍的，那透明的液体胶袜子上瞬间就泛起绵密的白色泡沫。几乎是同时，团购群传来402的消息，双氧水遇血起泡。我说的没错，那就是血。你们有没有觉得家里的下水道有点不对劲？深夜501在业主群里发出了一张照片，他家下水道的底部有着一滩暗红色的污渍，但没过2分钟图片就被撤回。我们总感觉哪里不对，直到验证后，这才确定那滩污渍竟然真的是血。
我感到头皮一阵发麻。刚刚501不是说这污渍是袜子掉色，怎么现在却变成了血水？还没等我来得及思索，业主群里却突然多了一堆消息，说话的人正是安静许久的601。刚刚才看到501说下水道有问题，我不是生病了吗？老公他专门给我买了几条草鱼补身体，可能是我剁鱼的时候有血水不小心渗下去了。为了赔礼，欢迎大家来尝尝我的手艺，红烧鱼包吃包满意。群里气氛顿时轻松起来，可下一秒101却在团购群丢出一个炸雷，601那家人不对劲。前段时间我和402去了一趟顶楼，路过601时，他家的房门正开着，那时候他家灶台还没砌好，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做饭了。我随手甩过去一张卡式炉的截图，照你这么说，人家不想点外卖就得活活饿死，是我孤陋寡闻了，但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，大惊小怪的。我刚才都听到他在家里剁鱼，我也正想吐槽他，可房东老太太却打来了电话，我心十分疑惑，这么晚了是有什么急事找我吗？小雪呀，你看看能不能联系上501，他住的也是我的房子，本来约好的10点之前交租，我这都等到快11点了，他也没消息，打电话也不接。刚刚501还在业主群跟大家聊天，不应该看不到手机啊。不要紧，我再宽限他2天，可能现在他也没有钱交房租，毕竟他一个人也怪可怜的。一个人？她不是有老公吗？电话那头的老太太啊了一声，随后才犹犹豫豫地告诉我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她老公已经去世了，刚搬来这里的时候，我还特意给她降了房租呢。如果说501的老公在她搬来之前就去世了，那她为什么要说是老公把袜子塞柜子里？而且房东老太太给她打电话的时候，她应该还在群里回消息，既然拿着手机，为什么不接电话？除非回消息的不是她本人。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，一股寒气从脚底升起，身体不停地打颤。我哆哆嗦嗦地把这个消息发在群里，这501绝对有问题，再加上他把图片撤回的事，你们说会不会是通缉犯在他家？哪有这要巧的事？万一人家睡觉把手机静音了呢？虽然101解释看似合理，但是仔细看看聊天记录，501聊天的时间上下就间隔了3分钟，照理说不应该看不到电话。你们也别瞎猜了，我去敲门问问不就行了。502是个健身教练，平时就挺热心肠的，见他要去，我连忙邀请他打开视频，如果真有什么问题也好直接报警。很快我就通过视频看到502敲响了501的房门，可敲了好一会儿都没人开门，我顿时感觉情况不对。502敲门的声音极大，就连住在楼下的我都能听得清楚，怎么501家里一点动静都没有？要我说，这501家确实有点奇怪，先报警吧，我先回去了。可还没等我拨通报警电话，101就在团购群里发来了一条通缉犯被捕的报道，同时还让我赶紧去看业主群。刚才501上来吃鱼，说我做的可香了，等会501吃完，我就给大家送点下去。确实很香，比外面做的都好。说着601还拍了张501在吃饭的图片。看到群里的回复，我顿时松了口气，原来是我们想多了。团购群里的几人也打消了顾虑。就在我准备去睡觉的时候，可门外却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。往外一看，正是601在送鱼，可我实在不爱吃，便拒绝了他。只不过我也没想到，没过一会儿，团购群又不断的弹出新的消息。呸呸呸，这个鱼怎么这么难吃，一股子腥味。501是什么嘴，这东西能说好吃？他端过来就闻到一股怪味，而且这也不是草鱼，这不是鲶鱼吗？你说他是不是用的水塔里的鲶鱼？看到消息，我感觉胃里一阵翻涌，就算是601的老公再小气，也不能捡死鱼吧。但下一秒402发出的信息却让我汗毛倒立，大家都别吃了，如果吃了的话赶紧吐了。我刚才在鲶鱼的嘴里发现了人体组织，601绝对杀人了。看到消息的一瞬间，群里顿时鸦雀无声，应该每个人的感受都和我一样，发自内心的恐慌。所以501现在是被601杀了，他应该是为了毁尸灭迹，让鱼把501吃了，然后再给我们吃鱼。所以601刚刚在楼上剁的其实不是鱼。突然一个更惊悚的念头在我的脑海中闪过，不对，601不止杀了一个人，鲶鱼没有办法快速的处理尸体，鱼嘴里的人体组织肯定来自另一个人。你这一说好像还真是，可是他杀了谁呢？对了，这段时间你们有谁见过601的老公吗？顿时我明白了水塔里为什么会出现鲶鱼，其实从一开始601就杀了她的老公。紧接着我拨通了报警电话，在601被捕后，我们通过报道才得知了事情的真相。原来601的老公出轨了501，被601发现后残忍的杀害分尸，随后601用鲶鱼处理完尸体后又盯上了501，并将其也杀害。也许那天501家下水道附近的血水正是601处理她老公时漏下去的。
如果不是闺蜜给我打电话，我可能就遇害了。一个百无聊赖的晚上，我在家刷着短视频消磨时间，手机蹦出一条消息，是之前通过闺蜜认识的帅哥。你在干嘛？在家待着呢。有事吗？没啥事儿，就是有些无聊，要不我去找你吧。你自己在家吗？我愣了一下，因为从我刚认识学成就对他有好感，或许这是我们增进感情的机会。我抑制住内心的激动，怎么想起来找我啦？我觉得你性格很好啊，人也很漂亮，我们应该多了解下。那你过来吧，我刚起床，所以你要给我点时间化个妆。当然了，女孩子嘛，你把地址发给我吧，我慢慢过去。随后我就把我家地址发给她了。放下手机后，赶忙洗漱化妆，又激动地给闺蜜小美发消息。你知道吗？学成竟然主动要来我家找我玩，可小美的回话却让我很疑惑。这不对呀，不太可能呀！你等一下，我打电话过去问问。3分钟后，奇怪，我给学成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人接，微信电话还被挂掉了。你再等下。又过了几分钟，小美直接拨了我的电话，语气也很急切。喂，小冉，你千万不要和那个人见面。我问过学成，他根本没有联系过你。我一时间有点懵，怎么会？刚才跟我聊天的就是学成的微信呀。你不知道，学成他现在有女朋友的，而且他这样的人不会做出这种出格的事儿。刚才我还联系了学成的妹妹，她说她哥的手机昨晚被人偷了，所以现在联系你的根本就不是学成。听到这，我如坠冰窖。按照小美说的，我现在已经把自己真实的地址告诉了一个陌生人。如果那个人真的来了怎么办？难道要报警吗？就在我脑子里还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传来了一阵敲门声，我心里瞬间一凉，身体止不住抖了起来。紧接着手机震动，是学成发的消息：我到了，开门吧。没想到他真的来我家了，他此刻就站在门口给我发着消息。我顿时吓得面色如土，脑子里快速想着怎么办，该大声呼救还是报警。他清楚的知道屋子里现在就我一个人，如果他强行冲开门，我该怎么办？我鼓足勇气，一步一步走到门口，透过猫眼慢慢朝门外望去。门外漆黑一片，可能是门外的声控灯没开，我该怎么办？突然，敲门声又响了，我被吓得一哆嗦，因为敲门声，声控灯亮了起来。门外站着一个男人，宽大的帽檐压得很低，还戴着黑色口罩，根本看不清脸。或许是我长时间没回应，他的敲门声又急促起来，我吓得飞快退离门口。紧接着又来了一条消息：你在干嘛？快让我进去呀！过了一会儿，我稍微平复了下，鼓起勇气在手机上面回复：我不在家，我知道手机是你偷的，我刚刚已经报警了。信息发送过去之后，对方的状态上显示对方正在输入，然后就再也没有了回音。等了许久，门外没了任何动静，我慢慢靠近门口，突然再次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。开门，我们是警察。出于警觉，我又透过猫眼向外看去，看到门外确实有穿着制服的警察，闺蜜小美也在旁边。我果断开门，抱住了小美，也总算舒了一口气。没过多久，警察收集完了情况，检查了一下房子的周围，确定没有什么危险了之后就回去了。随后他们根据手机定位追踪到了一个人，没过2天他就被逮捕了。我心有余悸，如果那天晚上我并没有给小美发信息，那么当天晚上到底会发生什么呢？想到这还是一阵后怕。我再也不敢和别人合租了，因为我的室友就是变态。刚毕业的我，为了节省房租，选择了和别人合租。这是个相对老旧的3室1厅，我也是最后一个入住进来的。入住的第1天，我们3个人就凑在客厅一起吃个饭，相互认识一下。经过一番了解，小爱长期居住在这，梁哥也是前不久刚搬过来的。为了欢迎我这个新室友的到来，我们还喝起了啤酒。在酒过3巡之后，小爱明显有点喝多了，拉起我语重心长地说起来：乐乐，你刚搬进来，我得提醒你，平常洗好的内衣裤要尽量晾在自己的房间里呀。最近变态的人特别多，我都已经丢了好几件了。听着小爱的话，我注意到她的眼睛总是瞟着梁哥，好像在跟我暗示着什么。我也似懂非懂地应着小爱。可没过几天，我的内衣真的不见了。奇怪，哪里去了？我嘟囔着在卧室里到处翻找着衣服，因为今天刚好是周末，小爱也在家。她刚巧在门口看到我翻找着东西，便进来询问：你干嘛呢？我把自己丢东西的事情跟小爱讲了一遍，话还没说完，小爱就气愤地拉着我出了房间。我眼看她要带我进入梁哥的房间，便拽住了她。小爱，你干嘛？梁哥不在家，我们去他房间是不是不好？就是要他不在。我早觉得他不对劲，家里就咱们3个，你搬进来之前，你屋原来住的是一个男生，我一直以为是他，可没想到他搬走了，你内衣也刚丢，那还能有谁？我震惊地看着小爱，满脸的不可置信，但想了想，比起梁哥，我更愿意相信小爱。随后，我俩就开始在梁哥的房间里翻了起来。也没多久，
小爱就从梁哥的床下掏出了一个塑料盒子，里面整整齐齐摆着好几件内衣，有小爱的，也有我刚丢的。你看证据确凿了吧？我就说这人有问题。小爱，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肯定要质问他，他这是变态行为，我可不愿意跟这样的人再住在一起。我看着小爱义愤填膺的样子，有些羡慕他这样有话直说的爽朗性格，但我有些害怕。刚毕业的我也从来没接触过这些。小爱，对不起，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，我不太敢。小爱看着我犹犹豫豫的样子，瞬间明了，没事，你要害怕你就回房间，我来质问他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一副理解的样子，我更羞愧了。到了晚上，小爱让我回了房间，他就一直守在客厅坐着，等着许良回来。我静静地抱着腿坐在卧室里，也没开灯，直到快到10点的时候，门外传来了开门声，许良回来了。随后门外传来一阵激烈的争吵，我很好奇，悄悄给门开了一条缝隙，想看看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在客厅里，许良经受了小爱一系列的质问之后，没有一丝紧张，依旧像从前一样，脸上带着笑意。你必须搬走，现在证据确凿了，你如果不搬走，我就把你的事情报到网上去。许良似乎没有听小爱的话，只是自言自语，这件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吗？乐乐今天不在家吗？什么？小爱愣了一下，他今天不在，你别想转移话题，你就说搬不搬吧。听到小爱的话，我不免有些感动，他哪怕知道我不愿意面对，却还是保护着我。正当我还在自我感动的时候，只听到许良轻笑了一声，随后什么都没说就走进了自己的卧室。没过几分钟，他就走了出来，同时他的手上还握着一根防身棍。记得以前许良还笑着对我俩说，如果有人来咱们家，我就拿着这根棍子砸下去，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你们都安全。而此时此刻，这根棍子直接就朝着小爱用力地挥了下去，边砸还边嘟囔着，傻姑娘，如果没人知道的话，我为什么要受你的威胁？我看着这个画面，瞬间瞪大了眼睛，眼泪不自觉地溢了出来。我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，一点都不敢出声。我悄悄地关紧了房门，轻手轻脚地锁了起来，顺着门边就坐在了地上。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突然，一声震动的响声传进了我的耳朵，在这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。我吓了一跳，是许良发来的消息。乐乐，你在哪儿？我听到脚步声逐渐靠近了我的房门，他一定是猜到我在家了。顾不得其他，我拿起手机赶紧报了警，哭着将整件事情告诉了警察，只希望在他破门之前，他们能赶到。一阵阵的砸门声传来，我害怕地躲进了床底下，死死地捏紧自己的手机，又打了个电话给警察。你们快来，他快进来了。警察姐姐轻声地安抚着，别怕，警察已经到楼下了，你想办法拿什么抵一下门。我颤抖地思索着卧室里有什么东西能把门抵住。对了，衣橱。此时我十分庆幸这个衣橱是活动式的，我爬出床底，跑到了衣橱边上。乐乐，你果然在家。我惊讶地转头看向门口，只见房门已经被许良砸出了一个洞。就在他继续砸门的时候，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把柜子推向了门口，死死抵住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砸门声停止了，我听到了很多人的脚步以及打斗声。别动，警察！随后，我的门被轻轻敲响。小姑娘，你出来吧。放心，他已经被制服了。听着这个声音，我推开衣橱，透过刚刚许良砸出的洞看去，确实是警察。打开门，小爱已经被白布盖上了。我瘫软在地，不断地抽泣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爱。如果不是我懦弱，最后我搬离了这座城市，但这件事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底。我再也不敢随便见网友了。最近我在聊天软件上碰到一个很聊得来的人，他叫许清，是一个很阳光的男孩子。我们已经聊了几个星期，并且惊喜地发现我们还有几个共同的好友。于是在他约我去他家吃饭，我没犹豫多久就答应了。他家是2室1厅，和他的人一样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。只不过很奇怪的是，家中的香薰里总弥漫着一股若有若无腐烂的味道。许清也许看到我皱了皱眉，你是不是闻到什么味道了？抱歉，我今天才发现厨房里有些肉坏掉了，刚给处理了。他打开窗户透透气。小冉，你先自己玩会儿，我去做饭。在沙发上坐着的时候，那股味道又传来了。我嗅了嗅鼻子，隐约感觉那是从卧室传出来的。看了眼在厨房做饭的许清，我凑进卧室去看了看。这是一个很整洁的房间，墙上还挂着一个女孩的照片，女孩笑得十分灿烂。这难道是他的女朋友？他怎么没跟我讲过？突然，我注意到床上的枕头上沾着什么，看起来像陈旧的血渍，心里不禁泛起嘀咕：你怎么在这里？我转头看向许清，抱歉，我不该随便进入房间。许清表情看上去有些忧伤。这是我姐姐的房间，她前几天刚生病去世了。她走后，房间里的东西我就再没有动过。我看着许清苦涩地讲着这些话，
不免有些心疼他。对不起，我并不知道这些。他抿了抿嘴，没事儿，我们出去吧。饭快好了，许清关上了房门，又去厨房继续做饭。我看着许清忙碌的背影，想拿出手机拍照记录一下，但是摸了半天都没摸到手机。想起刚才应该落在他姐姐的房间了，我看了看在厨房的许清，再次进到小卧室，手机就掉在了地板上。我弯下腰去拿床底下的手机，腐臭的味道扑面而来，我便顺着床下看去。突然，一具腐烂的女尸就躺在下面，直挺挺地瞪着我。我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，一瞬间汗毛竖起。我想大声尖叫，但理智告诉我不能表现出异常。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出了卧室，努力克制住自己的颤抖。许清此刻正在厨房转身盯着我，他手上拿着刚刚切菜的菜刀，脸上挂着一个奇怪的笑容，慢慢向我走了过来。你刚刚去哪里了？我咽了咽口水，努力维持着脸上僵硬的笑。我刚刚上了个厕所，脑子里一直想着离开这里的办法。大门离我很近，但他看着我，我如果直接跑出去，肯定容易被抓住。许清，你可以给我倒杯水吗？他表情里虽然有些狐疑，但他还是转身去了厨房。看准时机，我赶忙抓起我的包，迅速开门跑了出去。电梯刚巧在我们这一层，我赶紧进入电梯，手里不停按着关门键。在电梯关门的前一刻，我隐约听到玻璃杯子摔碎的声音，并且伴随着急促的脚步声。当电梯打开，我迅速地逃了出来，冲进门口保安室并报了警，身体依旧止不住的颤抖，直到警察到来抓住了他。没过几天，警察请我去做笔录的时候，我才知道那是他姐姐的尸体。他一直不想承认姐姐死了，所以把姐姐放在家里，才能感觉到她还在。现在她已经被送去精神病院了。我松了口气，回到家，虽然事情已经解决了，但那天姐姐的脸一直浮现在我眼前。我也迅速搬了家，并且把那个聊天软件永远的删除了。我再也不敢随便发朋友圈了。这天凌晨3点，玩游戏玩过头的我发了条朋友圈，好想吃小龙虾呀。然后我便扔下手机准备入睡，半梦半醒间，我听到了敲门声，有人在门口喊着：“有人在吗？麻烦您拿一下餐。”可我并没有下单。正当我要打开外卖软件查看时，门外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拿一下外卖。”透过漆黑的客厅，我死死盯着那扇门，一动不动，感觉门外的人下一秒就会破门而入。外面不一会儿传来脚步声，他应该是走了。我顿时感到一阵后怕。当我第二天上班时，问了闺蜜，闺蜜说昨晚没看到我发朋友圈。我看了看，没错，朋友圈确实没发出去。那外卖怎么会送到我家？不会有人正在暗处监视着我吧？夜晚，我害怕到失眠了。这回的敲门声极其富有规律，不快不慢，每次3下。我打开手机，又是凌晨3点。我瞪大双眼，敲门声再次响起：“您的外卖取一下。”我蹑手蹑脚走到门口，屏住呼吸，从猫眼往外望，的确是外卖小哥。他见屋里可能没人，便开始打电话。手机突然的震动，吓得我没拿住，掉在地上。你要是在家就把门开一下吧，我这边还有单呢。外卖小哥听到了声音，再次叩门。你放门口吧，我一会儿拿。我趴在猫眼监视着外卖员的一举一动，直到他乘坐电梯离开。我最终还是没敢拿外卖。天亮过后，我正想打算报警，刚要打电话，手机里收到了一条消息：“你怎么不拿外卖呢？”这人是谁？我不记得跟他有过好友。我刚想问他是谁，他紧接着问我：“你不是想吃小龙虾吗？我点了外卖给你，为什么不接？”然后附带张我家门口的照片。我心脏狂跳，太阳穴突突跳动。你是谁？我冷静下来想想，我要先找到他的身份。趁他回我消息期间，我快速翻阅他的个人信息，可并没有搜到有用的内容。聊天界面一直显示对方正在输入。我率先打断他：“不用回了，我会马上把你删掉。如果你再骚扰我，我会报警。”说完之后，我就把他删了。这下他彻底消失在我的通讯录中。这里太危险，我必须要马上搬走。我给房东大姐打电话，并说清自己的遭遇和顾虑。大姐也不想在自己的房子里惹出事端，有些为难地说道：“房子可以提前退租，但押金要扣掉1半。”我爽快地同意了大姐的要求。和自己的生命相比，1半房租又算得了什么？我带着行李打算去闺蜜家先住一段时间，直到找到房子。闺蜜想要我长期住下，但她快结婚了，耽误人家太长时间也不好。很快我便找到了新的房子，约好一起搬家的朋友被老板临时叫走，我便自己回到原来的房子，收拾些剩余的东西。我在电梯碰见了邻居大姐，这大姐对人蛮热情的。好几天没看到你了，还以为你搬走了呢。我浅浅笑着，我是要搬走了。大姐你怎么知道？搬到你男朋友家去呀？我满脸疑虑，男朋友？我单身啊。是吗？那天我明明看见一个男人开门进你家了。大姐也疑惑。听到这里，我心跳都冷不丁的漏了半拍，声音发抖的问：“他进去了吗？”大姐压低声音回答我：“没有。”我问她是不是新来的，她就马上离开了。
听完过后，我完全不敢回房间。大姐，您能陪我回趟家吗？大姐点头答应。我打开房门后仔细查看四周，发现家里并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，便送走大姐。我迅速把东西打包好，然后打给搬家公司。我现在必须马上离开这里。这种紧张感直到我坐上副驾驶时才消失，这下应该就能彻底摆脱危险了。晚上到了新住所后，刚跟搬家师傅把东西放在门口，我心里一凉。新房的钥匙刚刚在我收拾东西时被我落在了茶几上。师傅擦了下额头上的汗，小姑娘，你先回去取钥匙，我把其他东西搬上去等你。回去的时候，我在脑海里演绎了无数遍进门到拿钥匙的过程。我硬着头皮走到了门口，身体也开始不受控制的起鸡皮疙瘩。我深呼一口气，准备打开门锁。屋内没开灯，已经搬空的客厅显得更加漆黑可怕。我右手触摸到了墙上的开关，灯亮了。我看到了躺在茶几上的钥匙，手刚抓到钥匙，听到身后传来门被关上的声音，我被吓得浑身一哆嗦，想着是不是风吹的，扭过头看向门口，只见一个男人向我走来。我等你很久了。此刻我的脑子和腿好像分了家，脚也像被钉在了地上，眼睁睁看着这个男人一步步逼近了我。我想呼救，嘴巴张开却失了声。我尽量保持冷静，哆哆嗦嗦的在背后拿起手机准备报警，却被这个男人发现。想报警是吗？仔细听他的声音后，我发现这个声音竟然跟第一次送外卖的人一模一样。男人攥紧我的手腕，疼痛让我变得清醒。他突然一巴掌扇在我的脸上，我开始挣扎，用另一只手去抓男人的脸。我用力去踢向他的要害处，他被我彻底惹怒，一拳捶在了我的肚子上，口腔中涌出一股血腥味。我瘫软在地，他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节麻绳，把我手脚绑住。我问他是谁，他默不作声，将一块胶带粘在我的嘴上。男人拽起我的头发往卫生间走，头皮传来的刺痛感让我想要大声尖叫，可嘴被堵住，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。我的手机在地板上一直震动，可能是搬家公司正在催我。男人听见震动的声音变得异常恼怒，抓起手机就摔在地上。现在我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。男人手里拿着一把锤子向我走来，我条件反射般闭上双眼。我根本不认识这个男人，无仇无怨，为何这么针对我？他突然大笑，你不是很想死吗？那我就成全你。我皱眉，睁开双眼怒瞪他。这个男人怕不是脑子有病，想复仇找错人了吧？嘴上被胶带粘上的我无法辩解，但这个变态好像还困在自己的世界里。他是个疯子，我要冷静，否则保不准他会做出什么事来。男人继续自言自语，你不是发朋友圈想要死吗？我这不正好遂你的愿了？什么？就因为我在朋友圈里说烦死了，这人就当真以为我想死？我更加确定他就是个疯子。你挑个死法吧，是用锤子砸开你的脑袋，还是用利刃割开你的颈动脉？我感觉到我可能逃不掉这个变态的控制，我便打算拖延时间，赌那个师傅会发现异常来救我。他看我一直发着呜呜的声音，见状扯开我嘴上的胶带。你就是个疯子，根本不去在意别人的感受，你以为是在帮别人解脱，但你错了，你只不过是给你犯的错误想找个理由罢了。我恶狠狠盯着那个男人，他被我彻底激怒了。不要怕，我是来帮你解脱的。他抄起锤子要向我砸过来，房门被警察踢开，一把抓住他拿锤子的那只手，瞬间就地制服。原来搬家师傅刚才打电话过来，被那个男人砸手机时误触接通了，听见手机里传出打斗声，便直接报警了。后来警察找我做笔录，我才知道这个变态一直长期潜伏在我的家里，对我的生活习惯了如指掌，甚至也会偷看我手机里的内容，好像猫抓老鼠一样戏耍着我。因为这次我长久离家，满足不了他的欲望了，才对我动了杀心。经历过这一遭事情，让我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，我变得更热爱生活了。早上我在门口看到了我家猫的尸体，旁边的单子上写着您的外卖到了，请记得给好评哦，是小咪。我尖叫一声，腿吓得发软，直接蹲在地上，捂住嘴巴，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，后背瞬间冒出了一层冷汗。明明昨晚睡前他还睡在我的枕边，一时间难过和恐惧包裹了我全身。我下意识反身，迅速关门并立马反锁，后背紧紧贴着门，并拨打报警电话。警察敲门的时候，我正蹲在门旁边，抱着腿抖个没完，大脑一片空白。昨晚12点半，刚刚吃过安眠药的我接到了外卖的电话，那人态度急切，说是在楼下等了我快10分钟了，一直忙线，您快点下来取外卖行吗？我这还有好几个单子呢，要不您告诉我几楼，我送上去也行。我愣了一下，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没点外卖。交涉了大约3分钟后，对方骂骂咧咧地挂断了。当时我误以为是店家搞错了地址，毕竟这样的事情之前也发生过，这件事我便没有放在心上，再加上安眠药的作用，不一会儿就失去意识了。直到今早打开门，小咪的尸体就那么直挺挺地放在门口。我抽搐着讲完了所有的事情，警察点头并在纸上记录着。检查过后，门锁没有被撬动的痕迹，难道那个人有我家的钥匙？
突然，我想到了什么，急切地告诉孙警官，我家猫有时自己会开门的。说完，我看向不远处僵硬的小咪，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。昨天我好像忘记反锁了，警察拿过我的手机查看了一番，可他接下来的一句话让我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在你删掉的订单里，我们找到了你昨晚下单的外卖记录。不可能！我惊讶地捂住嘴巴，尖锐的声音在客厅回荡：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我没有点外卖，也没有戏耍外卖员。警察先生，相信我，请你相信我。说到最后，我只剩下了呜咽。一旁的女警官轻轻地为我顺着后背：你放心，我们会调查清楚的。小猫的尸体我们需要带回去，你有亲戚朋友吗？安全起见，这几天就先不要住在家里了。送走警察后，我在家门口蹲了很久。在这座陌生的城市，我没有什么亲戚，只有男朋友刘泽。想到警察离开前说的话，我下意识地裹紧了双臂，不排除有人进入你家的可能。最近好几个事件与独居女性有关，在他们家门口都会有这么一个三角形标志。巨大的恐惧过后，我逐渐冷静了下来，开始复盘最近发生的事情。标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现在想来得有半个月了。并不是我木讷安全意识弱，这是个老小区，墙面上总有些调皮的小孩画的东西，因此这件事就被我忽略了。想到这里，我拨通了男友刘泽的电话，将这些事大体说了一遍后，等他来的过程中，同一栋楼的几个邻居听说之后找来了，对门的王婶和楼上的李哥，他们一边安慰我，一边陪我等刘泽的到来。几个人叽叽喳喳的要找物业，要求在小区里安监控才可以。看见刘泽的一瞬间，我抱住他大声的哭了一通，发泄了所有的恐惧。在他的提议下，我带着东西去了他家。刘泽住的地方距离我家不过10分钟的路程，他租了个公寓，并不是很大。正在我将牙刷往洗手台摆的时候，接到了警察的电话。李女士，我们查到昨晚你的账号确实点了一份外卖，但是账号 IP 不在你家，而是在留取家苑。那个外卖员有人证，您家猫咪死亡的事情跟他无关。留取家苑是刘泽的小区。看着他在厨房哼着歌兴奋炒菜的身影，我深吸一口气，颤抖着拿起了他的手机，刚准备打开外卖软件。瑶瑶在干嘛呢？快过来帮我打个鸡蛋。我赶紧将手机揣兜里，来了。猜猜我要给你做什么好吃的？给你做一份不一样的西红柿炒鸡蛋。那我很期待哦。一时间不知道该觉得开心还是害怕。进洗手间掏出手机，外卖软件上登录的正是我的账号。就因为我一直拒绝跟他同居，竟然搞了这么一出。1周前我俩出去吃饭，我去厕所的间隙将包给了他，出来的时候他人就不见了，过了很久才跑回来，借口说是去接老板电话，肯定是那个时候去配了钥匙。想到电视剧里那种病态男友，鸡皮疙瘩瞬间爬满了我的全身。佯装淡定走到厨房门口，我借口下楼买东西，行李都没拿就打上车回了家。到家后给他发了分手的短信，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，订了隔天一早回老家的车票。过了大约15分钟，他狂拍我的门，求我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。我在业主群发了个消息，可以麻烦各位邻居帮我出去说一声，我家里没有人，并再次拨打了报警电话。过了2分钟，楼上的李哥回了个 OK 的表情，之后邻居们都轮番的安慰着我，对门的王婶更是一条60秒的语音甩了出来，大体意思就是他要是敢一直来骚扰我，邻居们就把他打出去。我透过猫眼看到几个邻居跟刘泽在外面吵了起来。就在刘泽要动手的时候，孙警官到了。刘泽意味深长地看了眼我家的方向，吓得我闪到了一边，甚至害怕他通过猫眼就能看到我。本以为就这样摆脱了这个变态，谁知道半夜我再次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接起来竟然是刘泽的声音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怎么总是一句话不说就走？昨晚也是这样。没等他说完，我便破口大骂：刘泽，你这个死变态，是你害死了小咪，我们分手了。接着将手机关机。当晚我睡得并不踏实，天刚泛亮光，我便起床。打开房门的一瞬间，我的尖叫声划破了长空。刘泽满身是血的坐在我的门口，地上是一张外卖单，您的外卖到了，请记得给好评哦。再次看到这张外卖单，我便直接晕了过去。哼，李瑶瑶，胆子还是这么小。女人对着镜子又嘴角缓缓上扬，